你知道40岁后赚的钱会占你人生总财富的多少吗？也许很多人都会猜50%左右，而一些激进点的年轻人会猜只有40%，甚至更少。实际上，这些都是不对的。奥美互动 CEO 布莱恩·费瑟斯通豪为研究这个问题，特地做过一项调查。他走访了500位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，通过对他们资产的统计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对大多数人而言，40岁以后赚的钱占总财富的85%至90%。这一结论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，甚至难以置信。我们通常认为，人的黄金赚钱期应该在20岁到40岁之间，而40岁之后，随着体力和精力的下降，赚钱能力也会逐渐减弱。然而，布莱恩的调查结果却颠覆了这一认知。布莱恩表示，财富遵循着先耕耘后收获的规律，只有前面几十年的积累与铺垫，才能有后面的爆发。就像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，播种、施肥、灌溉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才能在秋天收获累累硕果。财富的积累也是如此，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和沉淀，才能在某个时间节点迎来爆发式增长。所以，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如果你正陷于穷困或拼命努力，仍没挣到多少钱，请不必为此焦虑，也不要感到灰心与沮丧。那些暴富的故事固然令人向往，但那毕竟只是少数人的幸运。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，财富的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踏实前行。只要在40岁之前打好基础，做好准备，相信财富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向你聚拢。正如布莱恩所言，40岁之前的积累，决定了40岁之后的财富高度。我们要相信时间的力量，用当下的努力去播种未来的希望。40岁之前深耕自己的能力。在谈论财富积累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：人的收入与其能力的增长是成正比的。正如美国著名财富专家托马斯·斯坦利曾经提出的观点，人的收入只能增长到其能力增长的程度。这意味着，一个人的财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能力水平。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停滞不前，他的收入也很难有大的突破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他的收入自然也会水涨船高。这就像一个装水的容器，一个人的能力就是这个容器的大小。如果容器很小，无论你如何倾注，它所能容纳的水量总是有限的。只有不断扩大容器的容量，才能盛装更多的水。所以，对于每一个渴望财富的人来说，提升自己的能力是一个必由之路。只有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，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水平，我们才能为财富的到来做好准备。正如古语所言，虽有千里之行，必有一步之始；虽有百丈之台，必有累土之基。只有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我们才能为未来的腾飞奠定基础。宫崎骏，这位被誉为日本动画之父的大师，他的成长历程就是一个深耕能力的典型例子。1963年，22岁的宫崎骏大学毕业后，进入一家动画公司工作。在那里，他从事最底层的原画绘制，薪水微薄。很多同事都抱怨工作辛苦，收入低，纷纷选择跳槽或转行。但宫崎骏却不为所动，他非但没有离开，反而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绘画上，经常工作到深夜。就这样，宫崎骏一干就是16年。在这16年里，他从原画做到动画设计，再到分镜、演出，对动画制作的各个环节都了如指掌。凭借多年的积累和沉淀，他的动画技艺日臻完美，在业内赢得了极高的赞誉。38岁那年，宫崎骏开始尝试动画导演，他将多年的经验和心血倾注到作品中，力求将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。5年后，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电影《风之谷》。这部电影一经上映，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亮眼的成绩，也为宫崎骏赢得了国际声誉。从那以后，宫崎骏的事业如日中天，他执导的《天空之城》、《龙猫》、《魔女宅急便》等作品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。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早年对动画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执着。
正是凭借多年的深耕和积累，他才能在40多岁时收获事业的丰硕果实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宫崎骏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财富的积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那些看似一夜暴富的传奇，背后往往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。真正的成功都是由无数个日夜的坚持和付出堆砌而成的。正如美国企业家罗伯特·清崎所言，如果你正在努力致富，千万记住，别在15厘米厚的支架上建造帝国大厦。一个没有实力作为支撑的人，即使侥幸赚到了钱，也难以长久地把钱赚住。只有拥有真才实学，提供价值服务，财富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向你。所以，对于那些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年轻人来说，40岁之前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脚踏实地地将自己的能力打磨到极致。不要好高骛远，不要心存侥幸，而是要静下心来，在自己的领域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。只有具备了过硬的本领，我们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。一个顶尖的程序员，一个出色的设计师，一个优秀的管理者，他们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。当你的能力足够强，你所创造的价值足够大时，财富自然会向你聚拢。记住，财富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，它是对一个人能力和价值的回报。40岁之前，让我们埋头苦干，在自己的领域成为佼佼者，用汗水浇灌能力之花，用智慧打造价值之器。相信只要我们肯下功夫，不断精进自己，梦想和财富终会与我们不期而遇。40岁之前投资头脑。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，我们常常会过于关注外在的技能和资源，而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，我们的头脑。事实上，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和认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财富高度。正如亨利·福特所言，真正的贫穷不是缺少金钱，而是缺少知识。一个知识和认知不足的人，就像一个被困在井底的人，他的视野局限，他的思维狭隘，他无法看到外面广阔的天地。即使机会就在眼前，他也难以把握；即使财富唾手可得，他也无法获取。就像一个不识字的人，即使你把一本藏宝图放在他面前，他也无法解读其中的秘密。反之，一个学识渊博、见识广博的人，就像一个站在山顶的人，他的视野开阔，他的思维敏捷，他能够纵览全局，洞察先机。当机遇来临时，他能够迅速做出判断，精准地把握财富。正如法国作家莫里埃所言，学问是打开一切宝藏的钥匙，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我们才能拥有发现财富、创造财富的能力。所以，对于那些渴望财富的人来说，在40岁之前，最明智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的头脑。通过不断学习，不断拓宽视野，我们可以打开通往财富的大门。知识将成为我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，认知将成为我们通往成功的指路明灯。说到用知识开启财富之门，马斯克无疑是一个极佳的例子。这位被誉为硅谷钢铁侠的企业家，以其超凡的创新能力和惊人的财富积累，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。而支撑他一次次创造奇迹的，正是他广博的知识和独特的认知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马斯克就展现出了对知识的强烈渴求。他酷爱阅读，经常在书店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从科幻小说到百科全书，从物理学到工程学，他博览群书，涉猎广泛。正是通过阅读，他构建起了庞大的知识体系，也培养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思维。创业之后，马斯克更是成为了一个学习狂人。他订阅大量的专业期刊，阅读最前沿的研究论文，与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交流切磋。他不仅深入研究火箭、电池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，也广泛涉猎经济学、社会学、哲学等人文学科。这种跨界的学习让他对世界有了更加立体和深刻的理解，也为他的商业决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。正是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，马斯克在40岁时就已经在4个不同的领域——互联网、能源、航天、交通、
创建了估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。他的成功无不彰显着知识的力量。正如他自己所言，我认为广泛阅读非常重要，知识已然成为他通向财富的金钥匙。当然，学习和积累知识并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它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。正如著名学者陆琪所言，保持学习的能力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软件，一个代码。今天的版本一定要比昨天的版本好，明天的版本肯定会比今天好。只有不断学习，不断更新认知，我们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，把握财富的机遇。事实上，财富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的回报。一个人赚多少钱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脑中有多少知识，他的认知有多先进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顶尖的科学家、工程师、管理者往往也是高收入的代表。他们之所以能创造巨大的价值，靠的正是他们的知识和智慧。所以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想要获得财富，关键就在于要学会投资自己的大脑，多读书，多学习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有深度、有广度的知识性人才，让知识武装头脑，让智慧引领人生。当你的认知达到一定高度，你看问题的视角、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就会与众不同。你就会发现，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难题都迎刃而解，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机会都唾手可得。记住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学习成就未来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每天多投资一点时间在学习上，多汲取一点知识的营养。或许当你回首往事时，你会庆幸自己做了这个选择，因为知识会在不知不觉中带你走向更高远的人生境界，带你抵达梦寐以求的财富彼岸。40岁之前修炼自己的格局。在追求财富的路上，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，以为成功就是要比别人多赚钱，就是要在竞争中打败对手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成功往往来自于一种利他的思维。正如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所言，利己则生，利他则久。利他是一种高级的利己。稻盛和夫曾经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企业主，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经营理念。他主张将企业经营成一个大家庭，让每个员工都成为企业的主人。他推行股份制，实现利益共享。他关心员工生活，解决员工困难。在他的引领下，原本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，逐渐成长为行业的佼佼者。稻盛和夫的成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：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。一个只知道索取、不懂得奉献的人，即使一时赚到了钱，也难以长久；而一个懂得利他、懂得共享的人，却能收获源源不断的财富，因为他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信任，赢得了大家的支持和追随。正如稻盛和夫所言，让别人喜悦，就是让自己喜悦，利他方能利己，助人方能助己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也有一位著名的利他商人，他就是明朝的胡庸。胡庸经营药材生意，以诚信和善良闻名遐迩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懂得照顾他人的利益，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。有一年，药材市场价格大跌，很多商人为了自保，宁可囤积居奇，也不愿意降价销售。但胡庸却主动降低药材价格，哪怕自己赔本，也要让下游的药商有利可图。他的行为一开始遭到了同行的嘲笑，但最终却赢得了大家的信任。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与他合作，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。胡庸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利他不仅是一种美德，更是一种智慧。在市场经济中，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，只有懂得与他人分享，懂得为他人着想，才能赢得更多的机会和回报。正如胡庸所言，让别人赚到钱，自己才能赚到更多的钱。只有你对他人有利，他人才会对你更有利。综上所述，想要获得持久的财富，我们要学会提升自己的格局，从自我出发到为他人着想，从追求一己之利到实现共同繁荣。这种格局的转变，需要我们不断修炼自己的心智，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。具体来说，我们要学会打开自己的心胸，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。在利益面前，
我们要学会适当的让渡，给他人多一些机会和空间。在他人有难时，我们要主动伸出援手，给予支持和鼓励。每一次付出，每一次奉献，看似在损失自己的利益，但长远来看，却是在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信任和尊重。正如《增广贤文》所云：善为至宝者，与人为善，其利益远。善良是我们最大的财富，利他是我们最高的境界。当我们学会用利他的心态对待世界，用宽广的格局拥抱他人时，我们就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之道。因为我们赢得的不仅是金钱，更是一笔笔无形的资产，信任、口碑、人脉，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资产，才是我们事业的真正基石，才是我们财富的永恒源泉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努力提升自己的格局，学会用利他的眼光看世界。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，不忘为他人创造价值；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，不忘为社会贡献力量。相信只要我们心存善念，胸怀天下，终有一天，我们会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厚重而恒久的财富。40岁之前厚积薄发。谈到财富积累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，那就是被誉为股神的沃伦·巴菲特。巴菲特以其卓越的投资能力和惊人的财富积累，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。但让人诧异的是，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却出奇的简单，为何很少有人能复制他的成功呢？对此，巴菲特给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回答：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慢慢变富。是的，在这个崇尚速成的时代，在这个追捧一夜暴富神话的社会，能静下心来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财富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。但巴菲特告诉我们，财富的金字塔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一砖一瓦循序渐进地建筑起来。正如他所言，投资没有捷径可走，成功需要时间，需要纪律，需要耐心。真正的财富从来都不是一时的侥幸，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。当然，巴菲特也并非否认天赋和能力的重要性，但在他看来，比天赋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种厚积薄发的人生态度。正是凭借这种态度，巴菲特从一个小职员一步步成长为了一个投资帝国的缔造者。他曾说，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，靠的不是某个天才的念头，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。是啊，成功从来都不是偶然，它背后总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和付出。巴菲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想要获得财富，关键是要学会沉潜下来，在看不见硝烟的地方为自己默默增值。就像一颗种子，只有深深扎根于地下，汲取养分，才能在未来长成参天大树，收获累累硕果。具体来说，我们要利用好40岁之前的黄金时期，全方位地提升自己。无论是专业技能还是知识储备，无论是思维格局还是人生阅历，我们都要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。唯有不断地给自己加油，我们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高效前行，从容应对各种挑战。正如美国作家欧·亨利所言，一个人的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，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。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，但可以慰藉的是，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你就会珍重生活，而不会玩世不恭，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。是的，我们要相信，只要肯争取和奋斗，只要肯为理想而坚持，我们就一定能叩开通往财富的大门。最后，我们要认识到，财富的积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时间的沉淀，需要坚持的力量。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伟大的事业也不可能一劳永逸。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，去等待厚积薄发的那一天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不要着急，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追求财富亦是如此，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岁月，那些看似毫无进展的付出，其实都是我们最宝贵的积累。只要我们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，路虽远，终有一天我们会抵达梦想的彼岸。还记得那个40岁后赚的钱占总财富 85% 的调查结果吗？这个数字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，一个人40岁之前的积累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40岁之后的财富高度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年轻时每一分努力，
都是在为未来的丰收播种。我们当下每一滴汗水都会在岁月的泥土中慢慢发芽生长，最终长成参天的大树，为我们遮风挡雨。所以让我们相信时间的力量，相信厚积薄发的道理，不要过于在意眼前的得失，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所击倒。只要我们肯静下心来，脚踏实地地走自己的路，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财富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。就像电影《阿甘正传》中所言，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，但只要我们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只要我们坚持走下去，我们就一定会遇见最甜美的那一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通过对40岁前财富积累的探讨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一个人40岁之前的努力和准备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40岁之后的财富高度。正如视频开头布莱恩的调查所示，85%至90%的财富都是在40岁之后获得的。但这绝不是侥幸，而是早年积累的必然结果。我们不难发现，那些最终获得财富的人，无一不是从年轻时就开始为之努力。他们深耕自己的能力，打磨自己的技艺，即使过程艰辛，即使前路漫长，但他们从未放弃。他们投资自己的头脑，广泛涉猎，博览群书，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见多识广的人。他们修炼自己的格局，学会利他，学会宽容，在付出中收获信任，在奉献中赢得尊重。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，却需要我们用半生的时间去践行。因为财富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厚积薄发，需要日积月累。正如爱尔兰诗人叶芝所言，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，而是点燃一把火。真正的成功不在于你一时能积累多少，而在于你是否始终保持着上进的热情，是否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梦想。年轻的时候，也许我们拥有的很少，但我们拥有大把的时间和无限的可能。只要我们肯花时间去积累，去沉淀，去磨砺自己，我们就一定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。财富从来都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，它是每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者应得的回报。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静下心来，脚踏实地的积累。让我们打好基础，做好准备，相信厚积终会薄发，相信付出终会有回报。40岁之前的每一份努力，都是我们为未来的丰收播下的种子。当岁月的泥土慢慢沉淀时，当时间的光芒最终照耀时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曾经的汗水都化作了今日的硕果，曾经的梦想都开花在了现实的枝头。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，愿我们都能通过不懈的努力，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财富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